老莫，你这么努力的目的是为了干嘛？搬运的不是货物，是责任和梦想。你家里要养人吗？我家里还有个年迈的奶奶，因为我爸爸离世了嘛，所以我的负担也比较重。Hello， 我是去哥，在广东做什么职业能月入过万呢？今天我来体验一下搬运工。这是一个大的仓库，今天受到粉丝的邀请。哇，老莫，我感觉你干活速度挺快的，小心一点。时间就是最宝贵的，干完一次跑去下一个地方。你每天都是重复干这个吗？对，很消耗体力哦。没办法，家里贫穷。啊，路好高啊，都快超过了你的身高啊。太热了，还是得脱了衣服干。穿这衣服，有的汗一多，把身上的肉啊全部夹烂了，伤痕累累，这都是夹烂的。在全部的搬运货物的时候夹到了。对啊，那衣服有时候穿的一出汗多，夹来夹去，把皮都磨掉。老莫，你这么努力的目的是为了干嘛？搬运的不是货物，是责任和梦想。你家里要养人吗？我家里还有个年迈的奶奶，因为我爸爸离世了嘛，所以我的负担也比较重。包括我爸得病时欠下的债，到现在还没还清，时刻都不敢停息，连有的牙齿使劲干。你老爸欠了多少钱？我老爸得病到现在100多个。100多个啊！对，那你要干到什么时候啊？慢慢的来呗，没问题。只要年轻，只要还能动，我就相信总有一天会有奇迹发生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包装太滑了。你干嘛不戴个手套呢？戴手套不好操作啊，因为这个磨的很滑。老莫休息一下吧，我看你已经汗流浃背了。不能休息，有时候一旦停下来了，就不想动。你现在赚的全是人民币啊、为了人民币而活着。这已经是第3板了哦，咱们要不休息一下吧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，老莫。是啊，没有办法。我也想抓紧时间把这个好迎接下一次。做我们这个就是与时间赛跑，干得越快，得的越多。像咱们打一板是多少钱啊10多块钱吧。我们也是按吨位算的，这一板的话，就是每天的话，我们就有10来块钱，因为这边装修费用比较低。像今天这个大爬就不好，我不干，没有人会干，所以没办法，不能让自己停下脚步，硬着头皮扛着，因为负债太多。给你，老莫。谢谢。
做我们这个真的很辛苦，但我也觉得很幸福。每到月底都有上万的收入，能为老爸欠下的负债还上，我也乐在其中。生活再苦，但也继续。先喝一口吧，先喝一口。我看你这个体力消耗蛮大的。是啊，虽然我们拿的是最辛苦的钱，但是我拿这个钱拿得比较安心稳定，一份汗水一份收入，我也觉得挺值得的。有时候真的想起我老爸在的时候跟我讲的，儿啊，人生在世，吃苦就是福，这句话牢牢的记在我脑海里面，刻在我心里。老莫，刚干这一行的时候，你觉得累吗？很累，很累。有想过放弃吗？有，没有选择之路，家庭条件不允许，我们只能做地当的活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才能拥有自己的家。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目的。说到这里，有时候我也心酸，我也会想起以前好多往事。我也特别的贫困，我是从小就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，家里面条件不好，家里很穷很穷。那时候，我爸他们3兄弟居住在一个房子里面，还是我爷爷建的。那一年我记得，爸跟我讲的，我为什么那么小，把你放在家里？他跟我说，你爷爷3个儿子，我是家里面的长子，我不出去奋斗，谁出去奋斗？我才逼不得已把你放在家里面。放你在家的时候，我才1岁零2个月，所以我爸爸就踏上了广东之旅，去外面努力的挣钱。我记得那一年啊，我爸从广州回来，我应该有4、5岁了，没见到过他们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我还紧张，我害怕，我就跑到我奶奶跟我爷爷面前，我说：“奶奶，舅妈回来了。”然后我奶奶就把我打了一巴掌，他说：“这个是你爸你妈，你不认识吗？”所以跟我说起这些东西啊，当时我一脸懵逼，无法去在脑海里面记忆他们的印象，太小了。然后我爸出去，外面搞了7、8年吧，回来就在农村里面修了第1个房子。修了房子，然后我妈就在外面，我爸就在家里面，修了3层。那时候工价很低啊，也不贵，拿欠了好几万。然后呢，我爸又出去工作了，工作不到几年，就传来了噩耗，我爸得病了。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我啥都不懂。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奶奶跟我说我爸身体不好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病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啊，那一年，08年，就在福山这边，我爸就面对了人生中第1次手术，好治疗了，到后面2年以后又复发。那时候我刚从学校里面毕业。我也是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当时面临这个情况啊，我不知道咋搞，我就哭着打电话给我奶奶，跟我说，我说我爸得病了，我说让你们过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心里面
不知道咋搞，也不知道咋弄，很懵逼。然后我就跑到我爸面前，我爸就安慰我，他说你不用急，老爸这个小问题。到后面，我就去那个主治医生那里问，医生就跟我说，我爸得了口腔癌。那一年，12年，在福山，在广东，进去医院做的手术，做完那一次手术，就直接把上颚全部切掉了。当时我想起看到了脸群、脸部，我已经无法自拔。当时我刚出社会，我什么都不懂，面临我老爸的高昂的医药费用，我不知道咋搞，我到处想办法找人借。那我叔叔他们都给帮助我，都很情愿的帮我老爸凑个医药费让他治疗。这就是我老爸第2次手术，第3次到18年、17年，然后又开始复发，又开始痛，又开始明了，然后我又带着我爸又回到了我们长沙湘雅附1、附2拯救医院确诊。他说我爸这个病没得治疗，跑了好几家医院，他这个不好说。当时我跟我爸跟我二叔带着我爸在长沙满医院跑，然后到了拯救医院，他们出了一个方案给我，叫我爸把这个半边脸切掉。当时我犹豫了，因为切掉半边脸，就是这边全被挖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又回来跟我二叔跟我家里面人商量。那个时候，我心里不知道咋搞。商量的结果，然后我也跟我爸坦诚的说了，我爸就跟我说，我们回去吧，不搞了。然后我带着我爸又回到乡下静养。当时也是2方面的原因，因为手上资金不足，没有那个实力。到那一年，又传来了第2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爷爷也得病了，在医院检查出来直肠癌。又是癌症。对，我爷爷。那一年我真的想死的心都有。我爷爷在我们镇上面检查出来，医生判断是直肠癌，但是我们镇上面的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不够，当时要我们去长沙。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3叔、我2叔、我连夜赶往长沙，带我爷爷到那边住进那个VI 急诊室一个晚上5、6千的高昂医药费，没办法。那时我整个人就像发了疯似的，真的不知道咋搞的。去了连夜检查，直肠癌晚期，结肠癌晚期。当时我们听到这个，我们一家子都崩溃了。然后在老家的老爸又不好，我老爸一个人住在医院，我爷爷在长沙，一边是我爷爷，一边是我爸。我照顾了我爷爷，没照顾我爸。当时我就跟我爸商量，我爸说我这个还能接受，他说你去长沙照顾你爷爷。当时听到这个话，无比扎手。当时我就只能跪在地上，
这爹说，我的命怎么那么惨？现在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。然后我爷爷在长沙襄阳妇儿做的手术，做完手术我们出了院回去，刚好那一年又是疫情，然后又不能出门，然后我爷爷呢又没来得及去长沙化疗，没来得及去恢复身体，然后我爷爷在19年12月11月多，然后我爷爷离开了我们，这就是我爷爷第一个离开我们离开我最亲的一个人就是我爷爷，那就离开了我。然后到前年，我爸爸又离世，所以我负债了100多万。就是因为你爷爷跟你老爸的病，导致你花了很多钱，借了很多钱。对。所以这个细节啊，好长，三言两语也说不出来的疼痛。有时候现在脑海里面都是没缺的，一想起这件事情了，脑子里面就是一片空白。那老莫，那你欠100多万，你打算几年把它还掉呢？争取4、5年吧。因为我已经还掉了一部分了，还欠40、50万。40、50万就打算干这个搬运工把它还掉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低层，又没文化，又没有好的商机，现在目前只能用这个来维持生活，才有维持的收入。我也想还掉这些债，也不想干这个了。我也怕老了以后我身体受不了。你现在身体还能承受得了？也不如以前了，力气不如以前。各方面，比如说身体啊，感觉体能方面啊，没有刚开始做的那么有劲了。刚开始一做，不停的可以干到晚上。那现在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嘛，3年多了，有时候感觉体力啊不像以前，因为做我们这一行的也有好多的因素吧，没有按时吃饭，有时候对胃也不好，也没有按时休息，有时候晚上来货，晚上又干，所以像我们一样，不是个正常人吧。老莫，如果说有个凌晨2点钟的单，有个大货过来，老板要你加班，你会过来加班搬运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凌晨2点了，很晚了哦。第一啊，老板打这个电话给我，他肯定也很急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趁起这个机会，叫老板加点辛苦费了，那收入就多一点了，收入更高，离我还债的就越近了。我也想早日脱离苦海，做一个清清顺顺的人，没有负债，没有压力的自己。老莫，如果这100多万还完之后，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好想带我奶奶去来一次说的这个旅行吧。你想去哪里旅行？海边吧。你为什么选择大海呢？因为面朝大海，一眼望去望不到边，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就是很沉静嘛。然后对着大海说，我解脱了。